中国中亚外长第4次会晤2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会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宣布，各方商定将于5月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峰会将向世界展现中国中亚合作的高水平，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迈入新时代。从此次外长会晤的新闻公报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也将成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内容。外界注意到，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中亚各国同中国合作的诉求与空间正在明显增大。4月27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与来自中亚5国的外长在西安共同举行中国中亚外长第4次会晤。秦刚表示，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去年6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同中亚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团结就是力量。世界越是纷乱，局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定力，加强团结，增进合作。会晤后，秦刚宣布，各方商定将于今年5月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将向世界展现中国中亚合作的高水平，推动中国中亚关系迈入新时代。根据此次会晤发布的新闻公报，提升6国经贸和投融资合作水平是重要内容。中国中亚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强劲。2022年，中国与中亚5国贸易总额超过70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中国自中亚5国进口额达279亿美元，是2016年进口额的2.3倍以上。今年前2个月，中国与中亚5国贸易同比增长22%。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数据迅速增长，合作平台也在不断扩大。美国外交官网站刊文称，近年来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与中亚国家的接触急剧增加。在地区和多边层面，中国中亚机制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之外的多边合作新格局。中亚5国呢是中国的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之一。那么我们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呢是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渠道，很多的项目。其中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称之为3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安全支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经济支柱，第三个呢就是文化支柱。在这一次的这个即将来临的中亚峰会中，双方呢一定会商量出更完善的计划，特别是呢对后疫情时期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文化之间的发展关系呢有一个进一步的拓展。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10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在此次外长会晤前，秦刚26号还同中亚5国外长等参观西安国际港务区，并出席中欧班列一带一路10周年长安号西安中亚专列启动仪式。10年来，长安号累计开行超过16000列，其中中亚5国开行量达到4250列，运输货物覆盖汽车、粮食、日用百货、非遗文创等不同种类。仪式现场，外长们还饶有兴趣地试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我们G20中国也是很好的合作，G20中国还是别的国家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合作贸易，还有联系我们的友谊。中亚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走廊，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能源产地和运输走廊之一。互联互通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的优先方向。例如，中吉乌铁路的进展备受瞩目。此次外长会晤期间，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释放出将同中方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可研的积极信号。位于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均为内陆国家，受地理位的限制，导致吉乌2国的运输成本、贸易成本高企，制约了经济发展。有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测算，中吉乌铁路的年货运量预计可达1300万吨，其中80%将是过境运输，其余20%为吉国自身贸易。吉国仅靠过境1年就可以赚取2亿美元。德国之声网站刊文分析，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是从中国运送货物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路线。美国外交官网站刊文称，一条横跨中国、中亚和南亚的长铁路在未来是可行的，它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由于种种原因呢，基础设施呢在这个中亚国家中呢是相对薄弱的一块，同时呢中亚国家呢又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自然的资源，以及呢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的通道，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应当这个"一带一路"的未来的发展呢，在中亚地区的扩大呢，是可以期待的。过去由于历史上同属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亚一直被俄方视为是自家的后花园。当前俄忙于俄乌冲突，无暇顾及中亚，让美国看到了染指的可能。今年2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哈萨克斯坦，并与中亚5国外长举行 C5+1 机制部长级会谈，但拉拢效果有限。有俄罗斯专家表示，美国目前不太可能使中亚脱离与俄中两国的合作。美国没有任何经济或军事基础设施能对当地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布林肯此行只是象征性和侦察性的访问。实际上，中亚从来都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中亚和美国的 C5+1 机制并未受到美方真正重视。冷战结束，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到访过中亚国家，美国并没有明晰的中亚战略。就中亚国家呢，已经尝够了美国所给他们的这个苦果，包括呢，美国呢多次呢在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中呢策划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呢是非常重视中亚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作用的。美国非常可能认为呢，中亚呢也是遏制包围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除了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和中亚国家的相关的方面呢展开非常有效的交流，以便呢双方呢进一步加深了解，使得呢美国的这种非常恶意的企图呢，在中亚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呢是无法得到实现。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国会用英文发表演讲，大肆鼓吹韩美同盟友好关系，甚至提到长津湖战役并歪曲历史，妄称美国人牺牲生命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认识的国家和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民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尹锡悦27号晚搭乘专机从华盛顿飞抵访美第2站波士顿。韩联社披露，尹锡悦当地时间28号将在麻省理工学院与数字和生物领域专家交谈，并参加韩美产业集群圆桌会议。同日下午，尹锡悦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以面向未来的新旅程为题发表演讲，并与知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进行讨论。不过，外界更加高度关注此前一天尹锡悦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这场近40分钟的讲话，尹锡悦全程使用英，主要围绕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主题展开。上一次韩国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还要追溯到2013年朴槿惠当政时期。一开篇，尹锡悦就高度评价美国引领世界自由民主，还大肆鼓吹韩美同盟友好关系，称这一关系应全方位升级。紧接着，尹锡悦话锋一转，提到了朝鲜战争，声称正当韩国岌岌可危之时，美国没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与韩国肩并肩。谈到长津湖战役时，尹锡悦甚至歪曲历史，妄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奇迹般地突破了12万中国军队的围攻。 In the Battle of Lake Changjin alone, 4,500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lost their liv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ar, almost 37,000 U.S. soldiers fell. Sons and daughters of America sacrificed their lives to defend a country they never knew and the people they never met.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国发表的一系列亲美言论吸引了外界大量目光。27号，尹锡悦在美国国会演讲当中是谈及了长津湖战役，赞扬美军取得了奇迹般的成果。不过，对于此番言论，中方是毫不客气地指出真实的历史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有关长津湖战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指出，根据中方战史记载，此役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包括全歼美军1个整团。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混乱中翻车身亡。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称之为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支军队，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扩张侵略，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事情，不要重蹈覆辙。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具有扭转战场态势意义的一场重要战役。1950年冬，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与美军第10军在朝鲜长津湖展开历时2周的生死较量。曾扬言在当年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美国，在多年后承认进击长津湖是非常惨痛的失败，因为正是在长津湖，美军的王牌部队经历了最惨烈的失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早新闻栏目曾制作过一期有关长津湖战役的特别节目。亲历此役的美国退伍军人回忆，当一名中国士兵倒下时，又出现了数十个士兵。中国军队都是晚上来袭，几百人伴随着刺耳的军号、口哨声以及兵器碰撞声一起冲击，美军则枪炮、火箭筒齐发，山坡一片火海。General Oliver Smith, the Marine commander, estimated his 13,000 men were surrounded by 100,000 Chinese troops. They have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a word that the Marines do not like, which is the word withdrawal or retreat.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韩元首26号会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拜登和尹锡悦在会谈中谈及了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议题，两人重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称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包括非法海洋主张、填海造岛军事化和胁迫性活动。此外，两人还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声称要维护包括南海和其他海域的商业、航行和飞行自由。但美国实际上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就美韩联合声明涉华错误表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27号晚约见韩国驻华使馆公使姜向旭，提出严肃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韩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外界注意到，就在1周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命向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提出严正交涉，原因是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发表的涉台不当言论。韩国舆论也对尹锡悦频繁在涉台问题的出格表现大为不满。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强烈谴责尹锡悦的不当言论，相当于实行自残外交。韩国呢，这是一直也是一个有野心的国家。尤其尹锡悦上来之后，这个野心呢表露的更加露骨。他强调的是所谓在技术上成为全球的枢纽，实际上要借助这个所谓技术枢纽的地位，要在全球呢发挥政治作用。他有点效法日本，就是想借助美国的霸权地位，来抬高韩国在全球和地区的政治地位。他需要向美国献投名状，这个投名状呢，就是追随美国呢介入台海问题。这是韩国最愚蠢的一种战略。引发韩国舆论进一步哗然的是，尹锡悦26号晚参加拜登为其举办的白宫晚宴时，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演唱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的歌曲《美国派》。We wanted to hear you sing it. A long, long time ago,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that music used to make me smile. And now I knew if I had my chains, that I could make those people dance, and maybe they'd be happy for a while. Don't expect me to sing his tone. 之后，拜登向尹锡悦赠送了印有唐·麦克莱恩亲笔签名的木吉他。这段互动掀起当晚晚宴热闹气氛的小高潮，引发不少在场美媒记者在推特上转发。然而，视频传回韩国国内，不少人认为尹锡悦作为一国总统当场献唱的行为非常丢脸、丧失国格，而且唱的还是美国派这种讲述美国故事的歌曲。有观察就指出，尹锡悦在美国的种种外交表演，营造韩美友好的氛围，实际上是其政府全面向美日倾斜外交政策的体现。从韩国国内政治局势来看，尹锡悦政府的支持率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因此寻求改善韩日关系、加强美日韩合作，成为其提高国内亲美日保守势力支持的主要路径。为迎合选民和小圈子利益，尹锡悦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也越发剑走偏锋。
韩国国内担忧尹锡悦这种对美国一边倒外交将让半岛局势危机四伏，令韩国成为美国攻击别国的子弹。韩国东亚日报直言，尹锡悦外交站上新冷战的试验台。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28号在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会议上，对尹锡悦在访美期间无视本国利益的种种表现提出批评。李在明表示，韩美元首会谈就像之前担心的一样，以倾囊相助外交的形式结束了。关于核心议题，也就是半导体支援法案，只能说尹锡悦完全没有守护我们的产业和企业。他接着说，对于总统室遭窃听问题，别说要求道歉，反而提出完全可以做这种事情的荒唐立场，我感到非常失望。这难道不是放弃了大韩民国的国权吗？它处于中立状况呢，那么依托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呢，韩国的经济应该可以说是，处于无忧的地位啊。当然，如果是完全追随美国，而美国现在的战略是要全力打压中国。当这个技术脱钩达到一定程度，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降到相当低的时候，它就可以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封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在中国肯定也没有办法发展，韩国就要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地时间周四在美国会议发表演说，扬言要明确告知朝鲜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周四是尹锡悦他在华盛顿行程的最后一天，韩国总统很忙，除了国会演说呢，他还进了五角大楼与美防长奥斯汀会谈，并且呢成为首位参观美国国防部下属尖端武器的研发机构 DARPA 的外国元首。那么这样一个安排本身，它所传递的这个信号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强化美韩军事同盟，要显著加大对朝鲜的威慑力度，并且呢就此要对外释放出明确的信息。那么这和尹锡悦昨天呢国会演说的主旨当然也是一脉相承的。国会演说谈到朝鲜问题，尹锡悦他的所谓红线论是援引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个说法，声称要明确告知朝鲜，那么有我们无法容忍的行动，绝对不能逾越的红线存在。当然了，尹锡悦也再度谈到前一天通过的美韩所谓华盛顿宣言，谈到美方所谓对朝强化延伸核威慑。那么尹锡悦还声称，在韩美紧密的军事合作之外，有必要呢加速韩美日的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日益上升的朝鲜核威胁。那么《纽约时报》前天刚刚刊出题为“为什么说日韩关系回暖”对美国意义重大的分析文章，解析呢联盟策略对于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对华强势竞争的重要性。那么尹锡悦他呢拿三边安全合作来说事儿，当然是投美方所好。那么这样一个表态会不会最终指向美国一直在推动建构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值得密切关注。既然尹锡悦声称要为朝鲜画红线，那么可以追问的是，已经多次官宣自身拥核国乃至核大国地位的朝鲜，它的红线又是什么呢？无疑是自身的政权安全，是最高领导人的执政安全。但是呢，前一天在白宫，美国总统拜登在和尹锡悦共同见记者时直接拿政权毁灭对朝做威胁警告，所谓 the end of regime。那么今天呢，法新社电稿就解析华盛顿宣言的这个意涵，它呢也将终结作为标题的关键词。无疑，朝方最后的底线已经被强硬触及。所以在韩美显著强化威慑之后，接下来的朝方反应与应对尤其值得我们关切。不难判断，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之后的朝鲜半岛态势，明显比他访问之前更加危险，也更加不可测了。匪夷所思的是，尹锡悦在国会演说中竟拿早有历史定论的长津湖战役说事。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时重温了山姆大叔口中的美国人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您对此有何评论？其实这场40多分钟的英文演说充斥了来自现实与历史深处的荒唐与不靠谱。韩国媒体今天一边倒的各种肉麻尬吹，
那么朝鲜日报的标题就说500个议员为之座无虚席，尹锡悦44分钟的演讲赢得26次起立鼓掌。而发行量最大的中央日报标题就说发音风度幽默一样不落，尹锡悦英语实力惊到网友。但是呢，事实是尹锡悦他是第5位在美国国会用英文发表演说的韩国总统，是韩方第7次发表同类的演说。尹锡悦本人呢，他确实很用力，力度呢甚至猛到要向娱乐圈来看齐了。前一天刚刚在白宫拿过话筒，高唱英文歌曲《美国派》。昨天呢，他又在国会调侃说，虽然韩国热门组合防弹少年团比他更早进白宫，但是呢，自己却是领先防弹一步来到国会来演讲。那么演讲画面也可以见到，尹锡悦他似乎对这个段子还挺得意。拜托啊，你是一国之尊呐，真要把国家外交、把治国理政搞到娱乐至死这样一步吗？国会山议员起立鼓掌，那么这是华盛顿所谓权力游戏的一部分。还记得佩洛西老太在部分议员的掌声中，把特朗普的讲话稿一页页扯烂的那个名场面吗？既然有表演性的鼓掌，那就一定有傻鼓掌、鼓傻掌。那么就此而言呢，尹锡悦昨天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拿长津湖战役来说事儿，也算书写了美国会演说的又一项黑记录。表演起立鼓掌的美国议员们可谓是既蠢又傻到家了，他们被尹锡悦带到了历史的沟里。不知道今天毛宁引述的美国人名言提供的真实史料能不能将这些人点醒？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包括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混乱中翻车身亡。那么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称他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那么再不济这些个鼓掌的议员们，包括韩国总统，也可以去看一看中国的战争大片啊。就美韩华盛顿宣言所谓强化、升级、延伸核威慑，两国解读并不一致，您对此是如何看？这实际上也是尹锡悦此访的一个最大的尴尬点，这恰恰正是美韩关系畸形现状与主从属性的真实反映。华盛顿宣言涉所谓的延伸威慑的内容呢，按照韩国媒体的解读，主要有3点：其一，创建韩美这个核协商小组，也就是 NCG； 那么其二，在朝鲜半岛定期部署核弹道导弹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等美军所谓的战略资产；其三，韩国重新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就是 NPT 规定的不扩散核武器的这个义务。那么就 NCG 创建，朝鲜日报将欢呼说这是创建北约级的核磋商机制。韩国国家安保室第1次长金泰孝更是宣称说美韩已经实现所谓的核武共享，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对此明确回应不。白宫国安会的东亚以及大洋洲的事务主管卡根昨天和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康达共同见记者，那么卡根就这样回答说，我会非常直接的说，我们不认为这是实际上的核共享。那么卡根他给出的解释就是，核共享的定义与武器控制有关，不会发生这种事儿。换言之，美韩所谓核共享同盟，那是韩国想多了。卡根他说的异常直白，美国可以分享核战略规划，但不会分享核武控制权本身。那么康达呢也当场确认，那么华盛顿宣言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就是说，它能否应对美国新总统不理旧政的美式权力潜规则，也是一个未知数。对此呢，卡根他也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做不到。那这样看起来呢，韩美所谓美国全面升级对韩核保护伞成为核盾牌的这样的喧嚣炒作，很大程度上就是韩方的一厢情愿。但是呢，尹锡悦放弃此前不排除研发核武器的所谓的公开表态，却是实实在在的对美承诺。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半岛事态乃至韩国人自身的安全感？答案呢，现在还在风中飘。周五已经转赴波士顿访问的总统尹锡悦本人，估计对此也是心中没底的。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